求求你不要卖了我娘，你把我卖了就可以，我吃的少，而且会干好多活的。哎呀，死丫头滚开，你又不值钱，你娘好歹还能值个4两银子。成州市的大儿子因意外丢了性命，大儿媳苏庆是村里出了名的村花，所以今天他一大早就把买主领回来，打算卖了大儿媳。可是刚回来就看到了眼前这一幕。老二，这是咋回事？大嫂不愿意改嫁，想带着孩子逃跑，我们想拦下她，结果不知怎的就撞石头上了，人没气了啊，诈尸了。就在这时，苏庆突然睁眼，无数陌生的画面不停地往脑子里钻，让他难受的忍不住抬手摸了摸后脑勺。他本以为自己在那场惨烈的车祸里就灰飞烟灭了，却不成想竟然穿越了。这什么情况？刚穿越过来就要被卖了？瞎咧咧什么？苏轼只是撞晕过去了，你们这些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，赶紧滚！不是，大嫂她刚才真的断气了。李爷，这苏轼刚刚只是撞伤了头，你要是觉得吃亏，这彩礼钱我就少要1两银子，你看可好？伯伯，我娘她病了，求求你不要买走她。李爷正准备一脚踢开她时，却发现这小丫头长相也不差，顿时就起了坏心思。这个小的要不也一起卖，让他跟着苏轼一道跟了我。成州市做梦都想把苏轼母子3人给处理掉，可是死老头子顽固得很，说什么也不肯动那2个小的，说是动了会招大祸。老头子不松口，他也不敢擅自做主。我们程家虽然贫寒，可自家的骨肉便是说破天去也得自己养着，同意让苏轼改嫁给你，不过是不忍心他年纪轻轻就守了寡。那我再多出2两银子，让孩子跟着他娘一道跟了我，也能让孩子少受点苦。放开我妹妹，你们这些坏蛋，不许卖她，不然我爹回来饶不了你们。瞎说什么，我们是给你娘找相公，让她以后居过好日子。这时躺在地上的苏庆抓起手里一直捏着的石头，朝一面平砸过去，然后迅速爬起来，掏出匕首抵在程莲香的脖子上。他们爹死了，可娘还活着，想打他们也得看我同不同意，放了我的孩子，不然我就捅死程莲香。程州是回过神来，他不知道向来懦弱无能的苏庆怎么会突然这么大的胆子。苏轼，你想造反是不是？赶紧放了莲香，不然我剥了你的皮。苏庆，你赶紧放开我，不然我让我娘打死你。那就比比看，到底是你娘的脚快，还是我的刀子快？一直在旁边没有出声的程家二儿媳李氏突然从苏庆的身后冒出来，朝苏庆猛地扑了过来。娘，小心后面！一声惨叫响起，李氏捂着自己的鲜血直流的手腕瘫坐在了地上。程莲香吓得直哆嗦，苏庆闻到一股子尿骚味从程莲香身上窜了上来，恶心的直反胃。苏轼，你赶紧把刀放下。程燕安为了保你们平安才丢了性命，你们不但不善待他的妻儿，反倒还想卖掉他的结发妻子，你们就不怕他晚上回来找你们吗？呸！明明是他程燕安自己短命，别想把他的死赖在我们身上。娘，别吵了，快放了那2个讨债鬼，快呀！程州是心疼闺女，可也心疼眼看就要到手的银子，犹犹豫豫的不肯做决定。看清楚你娘是个什么人了吗？你在他眼里连4两银子都不如。老二，他要敢杀了莲香，你就摔死这对小贱种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多大的胆子。程莲香，你亲娘为了4两银子，连你的命都不顾了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得罪了。黄泉路上我们母子3人会跟你作伴的。快住手！爹，快救我！苏庆疯了，他要杀我！来人正是程家的当家人程老头，这人表面看着忠厚老实，但实则一肚子龌龊，这次的事情跟他也脱不开关系。公爹，燕安是为了保护程家才丢了性命的，我和2个孩子也不敢指望你们能护着我们多少，但你们这么做对得起燕安吗？程家何曾说过要卖你？你婆母那是不忍心让你年纪轻轻就守寡，才私自做主给你重新找个婆家。你不领情便也算了，为何还要闹出这么一档子事来？你让程家的脸面今后往哪儿搁？这门亲事到底还能不能成了？能成，当然能成。亲事作罢，你请回吧。他爹，咱们不是说什么说？既然苏轼不想改嫁，那这事就不再提了。咱们程家虽然穷，可也不至于贪图改嫁儿媳的那几两彩礼银子。哼，耽误老子功夫。程州是气坏，明明这卖苏轼的事情是他经过了老头子点头同意的，怎么这会儿老头子变卦了？娘，别让爹在人前下不来台，这事以后再说。还不赶紧把莲香放了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，非要动刀子？苏庆放开程莲香，身子猛地晃了晃，因为这具身体太虚弱了，刚刚一直强忍着，如果他倒下了，那么就真的只有被卖的一条路了。
娘，你怎么了？今天我就把话搁这儿了。以前我为了2个孩子可以忍气吞声，但从今天起，谁要再敢打我们孤儿寡母的主意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今天的事情是你婆母做的不够周全，没有问过你的意思，我自会说她。但是你既然不肯改嫁，那你这辈子都是我程家的媳妇。你若是敢做什么对不起程家的事情，你也别怪我不念旧情。围观的人都议论纷纷，程老头有些受不住那些人的眼神，转身走了，人群也纷纷散去。苏庆这虚弱的身子再也撑不住，晕了过去。哥哥，娘醒了。月月、周周，其他人呢？娘，阿奶他们都走了。娘别怕，周周在这儿，周周保护你。听到苏庆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周周从怀里掏出一块跟他巴掌般大的饼子，散发出一股变质的味道。可月月的2只眼睛却粘在上面转不动，小嘴也无意识地做着咀嚼吞咽的动作。娘，这饼子虽然酸了，但是还能吃的。程家本身就比较穷，逃难的路上程周是把食物看得比命都还重要，平时分给他们母子3人的食物少得可怜。这块饼子周周藏了很久都舍不得吃，苏庆伸手接过饼子，掰成了2半，分别递到2个孩子面前。娘不饿，你们赶紧吃，吃完之后咱们先找个地方过夜。娘生病了，饼子给娘吃，我和哥哥都不饿。哥哥，对不对？我们都不饿。那咱们一起吃，吃完饼子你们才有力气扶着娘走路。月月觉得娘说的有点道理，再加上她也实在饿得厉害，于是转头眼巴巴地看了一眼哥哥。妹妹，听娘的话，吃。接上集，母子3人在一处山洞里过夜。苏庆半夜醒来，发现自己手腕上竟然凭空多出来一只手镯。他可以很确定自己刚穿过来那会儿，手腕上是空的。这不是奶奶在临终前亲手给我戴上的传家宝玉镯吗？苏庆抬起另一只手，摸了摸那镯子，突然他只觉眼前一花，人就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地方。空间，这是空间，看来应该是这玉镯护住了自己的魂魄，才让我穿越到了这里来。空间里有一间空屋子，门外还有一口井，上面冒着白雾，旁边石碑上还有记载着灵泉的功效，喝过之后可以强健体魄除百病。苏庆来到井边，拿起旁边的木瓢盛了水一饮而尽。这不比大自然的搬运工还甜？正想再喝2口，苏庆突然觉得肚子里一阵翻涌嘴，赶紧从空间里出来，顾不上查看孩子的情况，冲到树林里开始排毒。一股十分销魂上头的味道在林子里四散开来。后半夜山里的温度越来越低，而且隐约有野兽的叫声。苏庆害怕会出意外，便试着带他们进空间。娘，咱们这是在哪？昨晚你们睡着后，一个老神仙告诉我山里有危险，要带咱们到一个地方避一避，然后我们就到了这儿。神仙？他是不是长了长长的白胡子？他说他是山神，看咱们母子可怜，就带我们来了这里。那娘有没有跟老神仙说谢谢？好了，外面天应该也亮了，咱们出去吧。娘，你可不可以问问老神仙，能不能给我们一点吃的？月月好饿，月月不白吃老神仙的东西，等以后长大了会给老神仙送好多好多吃的。娘，我也有点饿。苏庆看着孩子眼里的期待，有点为难。这空间里除了那灵泉井水之外，就再也没有其他东西了。对，灵泉，昨晚喝过那灵泉水之后，整个人都有精神了，而且到现在也没有觉得饿。想来那灵泉水不但有改善身体排毒的奇效，还能顶饿。苏庆便带着2个孩子走到井边，一人喝了一大杯。娘，我肚子疼。娘，这个水是不是有毒？苏庆带着2个孩子出了空间，月月就急得直跳。娘，我要来抽抽，憋不住了。2人蹲在草丛里开始排毒。苏庆刚刚帮月月解开裙子的时候，就看见她大腿上有好几处淤青，排完毒后已经因为灵泉水的关系消失不见了，但心里还是有疑惑。月月，之前是不是有人拧你大腿了？是姑姑，她总是偷偷拧我，还不准我哭，也拧哥哥了。除了他，还有别人打过你们吗？娘，月月不疼，你别去找阿奶和二婶，他们会打你的。那就是说程周氏也有份，以后不管是谁在欺负你们，一定不要忍着，要告诉我，我会帮你们打回来的。2个孩子对视了一眼，总感觉眼前的娘不对劲，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劲，但心里还是惧怕程周氏和程莲香。娘，你放心吧，以后我会保护好妹妹和你，不让阿奶他们再欺负你们。娘，以后我会放机灵些，看见他们我就跑，这样就打不到我了。你别去跟他们打架，你打不过他们的。苏庆想想原主那懦弱劲儿，觉得2个孩子的想法一点也没问题，但孩子成长的过程中，家长的作用很重要。你们难道忘了有老神仙帮我？你阿奶他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对哦，娘认识老神仙。母子3人出了山林，朝着七福县的方向前进。他和孩子的户籍在程家，所以他必须回到程家。
将户籍拿到手才行。同时要拿到手的还有程家的财产，程家目前所拥有的一切，大部分都是原主的男人挣回来的。2天后，母子3人终于赶到了祈福县，可晚了一步，城门已经关了，他们只能暂时先在城门外住一宿。城门下有不少因为没赶上时间而被关在外面的难民。苏庆带着2个孩子找了个人少的角落坐了下来。你可是程苏氏，这不是原主的小姑子之一程西玉吗？这货之前也没少欺负原主。程家早些年的日子不过好，于是程周氏便把程西玉卖给了镇上的富户做丫鬟。因为程莲香小时候有个游方道士给批了命，说是天生富贵，所以程周氏没舍得卖她。西玉，你有吃的没有？你的侄子侄女都快饿死了，你快给我们些吃的。程西玉万万没想到苏庆会拉着她要吃的，刚刚看着这女人的身形跟她那便宜大嫂挺像，于是就想拉着她问一下家里人都在哪落脚，她好过去看一看。月月、周周，快过来，你们二姑这儿有吃的。2个孩子迈着小短腿跑过来，但是并不太敢靠近程西玉。傻孩子，还愣着干啥？赶紧叫二姑。二姑我饿，给口吃的吧。走开走开，我这没吃的。月月、周周，哭，使劲哭。以前你二姑回家，吃的喝的可都是你们爹给挣来的，如今咱们遭了难，他连口吃的都舍不得给。2个小的哇哇大哭起来，旁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看程西玉的眼神都有点不对。程西玉，你的东家应该就在这附近吧？府里那些小丫鬟要是看见了，以后会在背后会怎么议论你？要是让你伺候的那个3少爷看见了……苏庆的话戳着了程西玉最在意的点，顿时让他脸色大变。程西玉一直想攀上那个3少爷的高枝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当然是要银子，我跟你侄子侄女好几天都没吃饭了。你休想！这时一个穿着高贵的男子走了过来。西玉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3少爷，奴婢这里有点事情，处理好了就回。你就是秦3少爷，果然跟我小姑说的一模一样，真是一表人才，玉树临风。这位是？我是西玉的嫂子，准备回老家的，没曾想困在这儿了。西玉正好遇见我和2个孩子，看我们可怜，要拿5两银子给我们，都是西玉好不容易攒下来的。西玉说再苦也不能苦了2个孩子。秦3少爷，你说这么好的西玉，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？是，西玉不错，是个好姑娘。程西玉见他主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认可他，顿时感觉自己已经摸到姨娘宝座的边了。苏庆偷偷拍了程西玉一下，示意他赶紧给钱。程西玉从身上掏出1块银饺子来，不情愿地递给了苏庆。以后我一定要加倍跟他要回来，少一个子都不行。你可别大手大脚的乱花，省着一点，知道吗？知道，这是你的血汗钱嘛，我一定把每一个铜钱都花在刀刃上。3少爷，我们家西玉就交给你了，你可一定要多多关照他，好好伺候3少爷，别整天想着回家，家里一切都好，不用担心。我先带孩子去买吃的了，回见啊。程西玉看着苏庆头也不回的背影，牙都要咬出血了。原来银子长这样。娘，这就是银子吗？对，娘带你们去买点吃的。娘，二姑回头肯定会找阿奶告状的，所以这银子咱们要赶紧花完，这样他就要不走了。第2天早上，天刚亮，城门就开了，大批返乡的难民都急急忙忙往城里涌去。苏庆没去凑那个热闹，等难民们都走得差不多了，苏庆才带着2个孩子进了城。县城里的店铺全都关着门，街上全是行色匆匆的归乡难民。苏庆带着2个孩子朝着程家所在的小河村走去。村子里个个都愁眉苦脸，因为实际情况比他们想象中的更要惨一些，好几家都被烧得只剩下一堆灰烬。苏庆母子3人到达程家的时候，程艳萍4岁的儿子程大宝在院子里一见他们就扯着嗓子大喊：阿奶，那几个丧门星回来了！见苏庆带着2个孩子回来，程老头就只冷冷地瞥了他们一眼，而程周氏却气得直跺脚。前些天的事情不仅没让他赚到银子，还让程老头一顿埋怨，下贱东西竟然还有脸回来。2个孩子听了苏庆的话，一进门就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阿爷阿奶，以后我和妹妹一定听话，多干活，少吃饭，不惹你们生气，求你们不要卖掉我娘。原本小河村里的人都正焦头烂额，但听到程家这边的动静，还是按捺不住八卦的天性，跑过来围观。常言道，虎毒不食子。我说程老头，这做人可不能太昧良心。你家先前可都是靠着延安在过活，如今他尸骨未寒，你们就张罗着卖他的媳妇儿，饿死他的孩子，这是不是有点太狠了？关你们屁事！苏庆是我程家的儿媳妇，我们想怎么发落，她都跟你们没关系。一个个吃饱了撑的，赶紧走，不然我拿扫把赶人了。艳萍她娘，话可不是这么说的。苏氏虽是你们程家媳妇，可她是有娘家的，要改嫁也得她自愿，还得人娘家也得点头同意才行，哪能就这么让你们按着头给嫁了？再何况是嫁还是卖，你们自个儿心里头最清楚。做人做太绝，当心遭报应。你他娘的才遭报应，自家的破事还没理清楚，
哪来的大脸掺和我家的事？行了，都别闹了。那会儿也不过是想着苏轼有病在身，我们程家穷，眼见着他就要病死了，正好有人想要娶她，肯给他治病，我们不忍心让他年纪轻轻就没了命，两个孩子也可怜，这才宁愿冒着被人戳脊梁骨的风险答应下来。这简直就是古代版的绿茶。围观的邻居个个都不说话了，觉得程老头说的似乎也有点道理。大业朝的律法允许寡妇再嫁，任何人包括父母公婆都不得阻拦。公爹，若真是你说的这样，那为何那天二弟和弟妹几个凶神恶煞的对我又打又骂，还叫我老实些不许逃，还说现在燕安死了谁也帮不了我？你胡说，我们才没说过些话。你们就是说了，要不然我也不会误会了公爹的一片好心。你们说了还打我娘，让我娘老实点，你们还掐我跟月月，说以后没了爹娘，我们就是程家的下人。姑姑和二婶掐我，叫我不许哭，不然就把我卖到窑子里。爷，啥是窑子呀？那里是做什么的呀？程老头被问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苏信平日里从来都不敢跟人大声争辩，要不是真被逼到绝路上了，哪里敢这样跟程家说话？就是呀，程家人要是没有在两个孩子跟前说那些混账话，5岁的孩子哪会知道这些东西？对，刚才还差点让那程老头给糊弄住了。程老头，你们给苏沁找的新婆家是什么来路？咋这么好的心，肯出银子买个有病的人？那个人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，应该是县里的李赖皮。我以前和燕安进城的时候，远远见过2回。火哟，我就说你们程家没安好心，七福县谁不知道那李赖皮是什么人？那可是搞暗娼门子的。苏沁真要被他带走，还能有好下场吗？亏得你们刚才口口声声说没亏了良心。张周氏跟程周氏是本家，也姓周，不过却是嫁给了村里姓张的人家。他和程周氏可是打小就结下的怨。关你们屁事！程燕安死了，他苏沁以后是死是活，都由我们老程家说了算，轮不到你们来安排。各位婶子叔伯，你们别再骂我爹娘了，他们也是让那李赖皮给骗了。他们平日里都不怎么去县里，哪里会知道那李赖皮的底细？再说我大嫂后来不愿意，我爹娘不也没再逼他吗？这事儿真的就是个误会，大家都赶紧回去忙自家的事吧。真的只是误会吗？那天我醒来的时候天都黑了，周围除了2个孩子再也见不着半个人影。那荒山野岭的，我魂都要吓掉了。我还以为是我不愿改嫁惹恼了家里，所以我们娘儿仨被程家扔掉了。没有的事。那为何我们母子3人会被扔在歇脚的地方？公爹，就算儿媳那天做的事情有些不对，可2个孩子到底是程家的亲骨肉，你们就那样把我们扔在荒郊野岭的，难道就没想过我们会遇到危险吗？程老头被苏沁对得无话可说，关键时刻程周氏的泼辣不讲理又上线。你说为何？那天你拿刀子抵着莲香，还伤了李氏，我怕你又发疯拿刀扎人，不许他们带上你的。既然你不听我们程家的安排，那也别靠着程家活命。你不是挺能耐的吗？现在跑回来说这些干啥？我们程家可容不下你这样的儿媳妇。其实我也不太敢回来的，毕竟我也害怕你们又打了逼我改嫁的主意。但是我不得不回来，因为这是我的家，是我相公和2个孩子的家。这些年相公靠打猎挣下的银子盖了这间大房子，我是他的妻子，我要回来替他守着这份家业。程家一直都穷得叮当响，但住的房子在村里都能算是别墅。这是程燕安前几年运气好，在山里打到1匹狼，换了几10两银子才盖起来的。苏沁的想法是以这房子作为由头，逼着程家主动提分家，然后他再提出分家产的事情。不要脸的小娼妇，这房子轮得到你来守？这房子是程燕安打猎换来的，但当初可是说这房子盖起来是孝敬他爹和我的。我说你今天这么闹腾是为了啥呢？原来是奔着房子来的。这房子可是姓程，一砖一瓦都跟你苏氏没关系。程燕安的亲娘生他的时候难产死了，程周氏是程老头后娶的，程老头对程燕安也不怎么热乎。如今程燕安又死了，这房子自然以后就归了程家唯一的儿子。跟我是没关系，可是跟我儿子有关系，他是程家的长房长孙，等公婆100年之后，这房子就是他的了。你个小娼妇，现在竟然盼着我跟你公爹早死，那天就应该不顾一切把他给卖掉。还有这2个小孽种。儿媳没有咒公婆的意思，说的只是实话。自古以来，这长房长子都是继承家业的，这说到哪儿去也是这么个理。苏沁说的对，这房子本来就是燕安盖起来的，就算不是，那也是该他这一房继承。你可别想着燕安没了，
这家产就能轮到你亲儿子来继承，没这个理。有你什么事？这是我们老程家的事情，轮不到你来多嘴多舌。我偏要说，你家干的事不像话，还不兴旁人说了。以前你背地里挑拨我家儿媳妇的时候，咋没见你说自己多管闲事？程周氏说不过，便要上前跟张周氏厮打，结果让程老头给拦了下来。你拦着我做什么？让我去撕了他的嘴？行了，还嫌不够丢人现眼。荒年代，女人在野外烤鸡，怕味道散开引来难民，带着孩子躲进自己的空间里吃鸡。家产到底要给谁？是由父母说了算。程家的家业燕安确实出力不少，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亏待过你们大房。既然你还想回程家，只要你肯安安生生的过日子，程家也不会再逼着你改嫁。苏庆就知道这件事情没那么容易，也做好了要打持久战的准备。除此之后，儿媳还希望公爹能当着各位叔伯婶子的面答应儿媳一个要求，那就是往后必须由我们长房来奉养二老。程周氏一听，立马又要跳起来，答应了这个要求，可就等于答应了所有家产全由长房继承的条件，而他的亲生儿子只能分到一点仅够生活的东西。可以，依着民间习俗，本就应该由大房奉养我们。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头，如果将来你要改嫁，那么你的2个孩子也不能留在程家，家里的一切都跟他们无关。苏庆爽快地答应下来，程家目前所拥有的一切他不稀罕，可是2个孩子却有权得到这些东西，这是他们爹娘用命换来的，他不想便宜了程家人。既然回来了，就别在外面杵着了，免得让人看笑话。苏庆带着2个孩子进了院子，程周是越想越气，好不容易这些家产都是他儿子的了，现在苏庆母子一回来，打乱了他所有的算盘。娘，你别急，爹那心眼子多得跟筛子似的，还能拿不住一个苏庆吗？我能不急吗？他们回来可就多了3张嘴，往后家里的活计大多都要落在你头上。娘是心疼你啊，傻大儿，你这样不是白白替别人养老婆孩子吗？娘，你放心吧，我吃不了亏。苏氏那2个孩子也不小了，多少也能干点活了。反正家里不养闲人，他们想吃饭就得干活。至于家产，有我在，谁也别想分走半点。以后多盯着他们些，他们要是敢偷懒，就让他们好看。屋里，李氏看着外面刚刚发生的一幕，眼里闪过一股浓烈的恨意。这个贱人竟然又回来了，我必须想个办法把他们母子赶出去。程家的家产只能是我儿子的，之前推他应该再用力一些，这样那个贱人就不可能活得过来。娘，我的小嘟嘟在叫了，你们等着，娘这就去给你们做饭。娘是肯定被阿奶藏起来了，咱们吃啥呀？娘自有办法。你要干什么？婆母，这都快过了晌午了，不做饭吗？吃，家里哪里还有粮食？苏庆没跟他废话，进屋直奔程周氏的床底下拿出小半袋的长面，然后直奔厨房而去。丧门星，把面给我放下，凭你也配吃这么好的东西？程周氏迈着小脚追去，谁知道苏庆进厨房后把门给堵住了。程周氏在外面捶了半天，程老头看不下去，把他给拖走了。先让他猖狂几日，等回头再一并收拾他。再说这都晌午了，大家都得吃饭，就让他折腾去吧。在厨房忙碌了2个小时，苏庆想要点个外卖，才发现这是在古代。娘，肯定是我把火烧太大了，我下次少加些柴。对，一定是哥哥没把火看好。看着这半边熟了的饼子，硬得跟石头块一样，月月叹了一声。母子3人在厨房里吃了一顿无比艰难的午饭。苏庆实在没有勇气再多看一眼那些惨不忍睹的饼，赶紧带着2个孩子逃离了现场。母子3人前脚出了大门，后脚李氏就摸进了厨房。婆母，你快来啊！那个遭雷劈的贱人竟然这么糟蹋粮食，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以前苏庆烧菜可是十分拿手，今天却把这饼子做成了这样，这怎么看都不对头。那贱人就是故意的，这是他们吃剩下的，肯定不是故意的，而是苏氏压根儿就不会做饭。以往家里的饭菜可都是他在做的，你就没觉得他现在跟变了个人似的吗？那天我和莲香可是亲自确认过的，苏氏死得透透的。大白天的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？婆母，我没有胡说，那天苏氏确实死了，我们都探过她的鼻息，一点气都没有了。那兴许只是一时岔了气。婆母，我总觉得现在的苏是不是以前的那个？那天肯定是有脏东西上了他的身，要报复咱家的。他爹，咱们要不要找个神婆过来？苏庆看着实在不对头，这万一真要是什么精怪附体，咱们家可就倒大霉了。程周是把刚才李氏说的话给程老头学了一遍，面上一阵惴惴不安。程老头心里也是怕的，苏庆的变化他也都看在眼里的，现在让程周是这么一分析，他也忍不住往那方面想了。可是神婆要上哪儿找去呢？
如今这天下大乱，可不比从前。宫殿，我知道哪儿能找到人。当真靠谱吗？靠谱。那神婆姓马，是我姐姐他们村的，听说跟山里的道姑学过，捉鬼很有一套。那你赶紧去看看能不能找着人，找着了就把人带回来，早点把那娼妇给解决了，我这心里才稳的。婆母，这要去叫人，总不好空着手去，家里可还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礼物点心，而且神婆过来做法也要是收钱的，只怕花费不会少。家里哪还有什么东西？老二手里不是有银钱，让他先拿些出来顶着。那我先跟相公商量商量，往后婆母手里有了银子，可得多补贴我们一些。行了，天天算计这些鸡毛蒜皮，以后这整个程家都是你跟老二的。苏庆带着2个孩子在附近的山里转悠，他想找些粮食种子种在空间里，打造一个粮食空间。运气还不错，虽然瘦弱了点，用灵泉水浇灌应该能长好。他小心翼翼地把这几棵瘦弱的苞米苗连根拔起，趁着四下无人，赶紧塞进了空间里。2个小家伙亲眼看着苞米苗从苏庆手里消失，惊讶地瞪大了眼睛。这是我们3个人的秘密，谁都不能说的哦。娘，你放心，月月会看好哥哥，不让他乱说的。娘，我们保证不会说出去的。这时，山林里突然走出来一个年轻的男人。程大嫂，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苏庆凭着记忆想起来，这是程燕安的朋友周水生。程燕安之前经常带着他一起打猎。水生兄弟，你这是进山打猎了？家里粮食都让贼人搬空了，不进山寻些猎物，日子都没法过了。对了，嫂子，我听说延安哥他……2个孩子一听见爹的名字，眼睛里顿时含着眼泪，想哭又不敢哭。孩子跟他们爹的感情很好，爹没了，2个孩子不知道有多难过。周水生顿时也有些悲伤起来。燕安哥那么好的人，竟然就这么没了。嫂子，这几只鸡你们收下吧。这哪里行？你们家也一大家子人呢，我可不能收。周水生放下东西，二话没说，转身又跑进了山里。这时，一只母鸡突然下了个鸡蛋出来。苏庆这还是头一回亲眼看着母鸡下蛋，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。这些鸡可以养在空间里啊，然后鸡生蛋，蛋生鸡，一直不停地生。趁着四下无人，苏庆又把那几只野鸡塞进了空间里，留了一只在外面，打算一会儿烤了给2个孩子补身体。爱上老君及吉福律令，小鬼受死。娘，月月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鸡肉，要不咱们再抓一只出来杀？不可以，那些鸡都要养着下蛋的，杀掉了就没有蛋吃了。 2个小家伙还挺懂细水长流的道理。回到程家后，苏庆就觉得程家安静的有点奇怪。他今天中午糟蹋了那么多杂粮面，程州市竟然如此安静，而且他还发现李氏和李氏的儿子不在。眼下可不是什么适合串门的时候，这母子俩现在不在家，会是去了哪儿？晚上，2个孩子睡下了，而他自己却不敢睡，怕程家人会在晚上搞什么鬼。果然，入夜过后，苏庆听见主屋那边有动静，朝窗外看去，程艳萍靠在大门边上打着瞌睡。程家人这是在防止我跑吗？还是又想打卖了我的主意？娘，你在窗户前做什么？有贼进来了吗？是的，有贼摸进家里来了。周周，你在屋里看着好妹妹，娘去把贼人打跑。娘，你别去，危险。放心，娘现在有老神仙帮忙，你在屋里躲着别出来，听见了吗？苏庆拎着棍子轻手轻脚地靠近了程艳萍，然后举起棍子对他说：“来人呀，抓贼啊！”快住手！是我，不是贼！快住手！公爹、婆母，你们快来帮忙啊！有贼钻进咱们家了，我一个人对付不了啊！此时天色已经有点亮了，程州是借着天光看到程艳萍被打成了猪头，气得冲上去要跟苏庆拼命。苏庆照着程艳萍的腿关节处踢，程艳萍的腿不受控制的朝前来了一记扫堂腿，将程州是给缠倒在地。老大家的，赶紧住手，别打了，那是老二。公爹，这是小叔吗？老二，你怎么了？你跟爹说说话。爹，二哥咋了？这老半天的功夫，你怎么才出来？你哥都快让那个丧门星给打死了。程莲香刚才在屋里听到苏庆嚷嚷着有贼进了院子，吓得赶紧钻床底下藏着了，生怕自己被贼人发现。毕竟昨晚程艳萍去院子里守着的事情没人告诉他。疼死我了！莲香，快去打死那个贱人！娘，我先扶你进屋吧。程老头想把程艳萍扶起来，可惜程艳萍好吃懒做，一身的膘。程老头这单薄的身板想扶她起来，可没那么容易。还不赶紧过来搭把手！公爹，这可不行，我一个寡妇怎好去扶小叔？这传出去了，我可怎么做人？还愣着做什么？过来帮忙，先把你哥弄屋里去。那我娘怎么办？你娘死不了，赶紧过来！程莲香撇开程州市，过去帮着将程艳萍扶起来。程老头担心程艳萍死，赶紧出门去见内科，到县里去请大夫。大夫请回来的时候，程艳萍已经醒了过来，正在床上瘫着直哼哼。
怎么伤成这样了？劳烦先生快给我儿看看吧。大夫给程艳萍仔细检查了一番，下手的这个人可是个行家啊，打成这样竟然没有一点致命伤，全是皮肉伤。大夫，我儿的伤不要紧吧？没啥大事，顶多就是疼上10天半个月的，我再给他开点活血化瘀的药酒，你们每天给他全身上下好好揉一揉，这才能好得快些。那就辛苦大夫了。不辛苦不辛苦，1两银子。啥？1两银子？你咋不去抢钱？怎么想赖账？你们也不去打听打听，我们药铺是谁开的？给你儿子开的药酒可都是用名贵药材泡出来的。这个大夫是县里仁心堂的坐堂大夫，而仁心堂则是县里首富刘家的产业。首富心黑得很，听说跟山里的土匪有交情，整个七福县的地痞流氓都得敬着刘家。他们这些小老百姓，谁敢惹刘家？那也太贵了，就不能便宜点？不二价，快些付钱，我还赶着回去坐堂呢。程州是不情不愿掏出1粒碎银子出来。没钱就别请大夫，一点小伤也学人家大户人家的做派，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命。去把那娼妇给我叫来，我今天非剥了她的皮不可。娘，你忘了二嫂干啥去了？她现在可是被鬼怪附了身，你把她叫来，吃亏的肯定是你。程州是冷静下来，仔细琢磨了一下，也不敢再让苏庆进来了。你要不去看看李氏那边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赶紧把神婆请回来，把那娼妇给收了，不然再这么下去，咱们全都要被他害了。你先帮老二把药上了，我带着莲香去李氏娘家看看情况。不行不行，我跟你们一块儿去。你去凑什么热闹？老二都这样了，家里能离得了人？你要是害怕，找个借口把他支出去不就成了？程州市还是害怕，于是决定先把苏庆支走。苏氏，赶紧出来！大白天的在屋里躲什么懒？婆母，要吃早饭了吗？你把老二打成那样，还有脸吃饭？刚才给老二看伤花了1两银子，你现在就给我上山去挖草药。什么时候挖够1两银子的药，什么时候才有饭吃？苏庆转身换上2个孩子，随手拎了个筐子上山。他正愁找不到借口上山呢，他厨艺不行，实在做不来饭，只能上山烤个苞米鸡蛋啥的充饥。至于刚刚程家人在屋里说的那些话，他也都听见了。他倒要看看那神婆有啥招。苏庆带着2个孩子上了山，从空间里掏出几个大苞米棒子和3个野鸡蛋来。吃完早饭就带着2个孩子进山采药。采药自然不是为了给程州市屏障的，他要赚钱。母子3人回村后，就感觉村里的气氛不大对。村民们看苏庆都害怕的一溜烟跑了。娘，为什么他们见了我们就躲？没什么，咱们快些回去吧。他心里很清楚，8成是程家请的神婆到了。然后村里人听到了程家放出来的风言风语，苏庆害怕2个小的一会儿被吓着，干脆找了个地方把筐子放下。周周，你带着妹妹在这儿守着筐子，娘先回家，让你爷过来背。娘，你快去吧，我和妹妹在这儿等着。你们别乱跑，看好草药，要是有人来抢，让他拿走便是，记下他是谁，回头娘去讨回来。现在世道乱，多的是不安好心的人。苏庆怕2个孩子死心掩护着草药会吃亏，所以特意交代了一句。此时程家李氏请来的神婆正在程家不法坛，里里外外已经贴满了符纸。程家几人正在大门口处等着苏庆回来。来了来了！程家人全都绷紧了神经，看着神婆端起穿着黑狗血的碗，冲出了大门。大胆妖孽，竟然危害人间！看我今天不收了你！神婆大喝一声，手一扬，手里的黑狗血就朝苏庆泼了过去。苏庆下意识一躲，黑狗血倒是没有洒他一头一脸，但却把他的衣角给浸湿了。这可是原主留下唯一一件还算体面的衣服。哈哈，一个小鬼怪，道行如此浅薄，竟然也敢来人世间作乱！今日我就为民除害，收了你这祸害！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小鬼受死！随后就拿着桃灵剑朝苏庆刺了过去。苏庆侧身一躲，神婆扑了个空，连个咒语都不会念，这都打哪儿拼凑出来的盗版货？大胆妖孽，竟然敢不乖乖受死！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本仙姑不客气了。你们谁知道这个疯婆子是打哪儿来的？这看着像是在抽风啊！你们有认识的，赶紧把人领走，别一会讹着。清帝晕随应转，将逐令行。弟子马大妮拜请诸位天神下凡，助我降妖伏魔。天了，苏氏的道行竟然这么高，神婆那么厉害，竟然都打不过他。苏庆抬脚朝神婆走去，神婆就吓得拼命后退。妖孽，不要过来！你再过来，我就不客气了。你是不是有病？青天白日的哪来的妖孽？你家妖孽大白天的还能出来瞎溜达晒太阳玩啊？忍你半天了，不搭理你，你还拿劲了啊！对，似乎有道理啊。他们可没听说有鬼怪敢在白天出来害人的，何况人家苏庆也没害过人呢。
苏庆在神婆身上搜了一通，找到了2两银子和几个铜板，一并装进了口袋。这是你弄脏我衣服的赔偿。OK， 两清了，拜拜。神婆回过神，连滚带爬的边跑还边喊：“大家快逃啊！村里出了个千年恶鬼，再不跑大家都没命了。”不少不明真相的村民听了这话，吓得不要命的往村外跑。周周和月月看着那些村民，也是一头雾水。哥哥，什么是千年恶鬼啊？不知道，不过咱们有老神仙在，什么样的恶鬼也不怕。对，有老神仙在，我们才不怕。神婆竟然被苏庆给打跑了，这到底是个什么鬼怪？竟然如此厉害！完了完了，我们这回肯定惹恼了他，他肯定不会饶了我们的。程家人绝望了，打算赶紧逃跑，结果刚跑到门口，就见苏庆把大门给堵了。大嫂，不关我的事，是二嫂她找的神婆来收你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要找就找她吧。你们这是在干啥？刚才那神婆是你们请来的？是她在爹娘面前说你是妖精鬼怪，也是她去李家村请的神婆。多少银子请的？2两银子，就是刚刚被你搜走的那2两。神婆自己还搭进去了几个铜板。我说这神婆咋看着不专业呢？便宜没好货呀，连个咒语都不会念。其实想甩掉我真的很容易，要么给银子，要么给房子，只要钱给到位，我立马带着孩子走人，保证从此再也不出现在你们面前。行了，今天这事儿我也不跟你们计较了。我采了一筐子药，实在背不动了，你们谁跟我走一趟，把草药背回来？程家人拼命摇头，他们现在压根拿不准苏庆到底是鬼还是人，毕竟他现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。说他没有问题，打死他们都不信。莲香，大嫂，饶命啊！别吃我，我再也不跟你作对了，求你放了我吧。我只是让你去帮忙背草药，你鬼吼鬼叫的干啥？就这筐，赶紧背回去。周周和月月看着陈莲香背着草药筐子跑得飞快的背影，小嘴张得老大。姑姑今儿力气咋那么大？以前在家里干点小活都说没力气呀。娘，姑姑是不是中邪了？你还知道什么是中邪啊？当然知道，刚才村里人说村子里出了千年恶鬼。娘，那恶鬼是不是附在姑姑身上了？我总不能跟你们说那恶鬼就是我吧？程家人这时正缩在正房里商量着下一步要怎么办。毕家人思来想去，还是觉得苏庆不是人。咱们不能这么坐以待毙，今天必定是激怒了他。虽然眼下他没把咱们怎么样，这再过1个多时辰天就要黑了，万一他夜里朝咱们动手可怎么办？你还好意思说？打那神婆一进门，我就觉着靠不住，这下可好，不但没有把那娼妇收拾了，还让他知道了我们的打算，我们都要被你害死了。那神婆是有真本事的，要不然这么多年村里人怎么会那么相信他？神婆收不了苏庆，只能说明他的道行比神婆高。程家人顿时脸色漆漆发黑，这是他们最担心的事情。咱们必须得把他除了，不然咱们一大家子迟早的死在他手里。怎么除？他那么厉害，咱们上哪儿去找那有真本事的高人？就算能找到，凭咱们这点家底，折腾得起吗？请不起高人，那咱们就自己动手。自己动手？不错，现下咱们指望谁都不如指望自己。今天晚上，在苏庆带着2个孩子回到程家之前，程家人已经商量好了对策。哟，都在那。你要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我跟孩子饿了，问你们什么时候做饭。成天就知道吃，早上不是说了，采不够草药就不准吃饭。真的不让我吃饭吗？我饿了可是什么都吃的。程州市自动把苏庆的话理解成了要吃人，吓得心头一突。你等着，我给你拿点面。我累了，不想动，你们饭做好了喊我。说完，苏庆牵着2个孩子就回了屋。想到程家人明明害怕他，却又强撑着不敢让他看出来的模样，苏庆就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娘，你怎么了？我想到一些好笑事情。月月，你明天想吃点什么？娘，我想吃烤鸡。程家目前没养鸡，空间里的鸡还得留着下蛋呢，所以这个愿望不太好实现。吃肉行吗？肉肉，好呀好呀，没烤鸡吃肉肉也行。李氏在厨房里忙活了半天，越想越窝火，于是对着其中的3只碗吐了口水，怕一会儿家里人端浑了，还特意把那3只加了料的碗挪开。这时苏庆手里拿了个竹篮进厨房，看了看灶台上那一溜的碗，哪些是我们大房的？就那单独放一边的3碗。苏庆上前从程家人的那几只碗里挑了3碗放进竹篮里，那才是你们大房的。你的人品我信不过，万一你往碗里加料了呢？李氏神色猛地一僵，背后又沁出一层汗来。再要有人跟他说苏庆不是鬼怪，他就打死对方。
嫂子，你可真会说笑。我就随口开句玩笑，你这么紧张做什么？莫非你真在那3碗里加料了？没有，我怎么可能？别解释了，解释就是掩饰。李氏看着他的背影，又气又怕，看着那3碗加了料的面条犯了难。苏庆不吃就算了，那就给程家其他人吃。看，这个狠毒的老太婆为了不被大儿媳分走家产，趁着大儿媳和2个亲孙子熟睡后，往房子浇了10斤煤油，准备烧死他们。一把火点着后，还假装着急的喊来了全村帮忙救火。没想到大儿媳早有准备，带着2个孩子藏进空间里躲过一劫。后半夜，苏庆听见门外有细微的响动，靠近窗子往外看，只见程家人全都聚在院子里，李氏和程老头手里各自拎着一个木桶，像做贼一样的靠近房间。苏庆正疑惑程家人又要唱哪一出的时候，就见程老头把木桶里的东西泼在了墙上。不对，这是煤油的味道。程家这群畜生心可真狠啊！对我下手就算了，2个孩子也不打算放过。算了，先带着孩子进空间躲躲吧，等会再找他们算账。程老头提着煤油绕着房子转了一圈，确定都浇上了。程周氏拿着火把扔到地上，大火瞬间吞噬整座房。程家人确定苏庆母子不会有生还的机会之后，拿着水桶就往门外跑。来人啊！失火了，快来人救火啊！附近的村民被吵醒后，都拎着水桶往程家冲。快救火！快救火啊！老大媳妇儿跟2个孩子还在里面呢。火势太大，村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，还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东偏房渐渐化为灰烬。我不活了，老大，我对不起你呀！我现在就到地底下给你赔罪去。程老头从地上爬起来，朝正房跑了几步，做事要去撞墙。村民们自然不会看着程老头撞墙，几个人合力将他拦了下来，七嘴八舌的劝：程老头，你这是作甚？孩子已经没了，你再寻死觅活的，他们娘儿仨也活不过来了。你要再出了事，你让这一家老小怎么活？我对不起他们娘儿仨，我对不起老大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这时，程老头见鬼似的看着凭空出现在门口的3道身影，吓得程老头大张着嘴。村民们发现了他的异常，顺着他的视线往外看，妈呀，鬼呀！这大半夜的，各位乡邻不睡觉，跑我家院子里干啥？咦，我房子呢？娘，咱们的房子不见了。燕安媳妇，你跟孩子没在屋里吗？我们今晚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听见有人喊我们，我想着应该是孩子爹回来了，所以就赶紧带着孩子出去寻。那你们出门看到人了吗？就看到一道背影，我能认出来那就是孩子们的爹。我带着孩子一路追到了县城边上，结果一晃眼就找不见了。我们娘儿仨在那附近找了半天，啥也没发现，只好又折了回来。这肯定是程燕安的魂回来了，知道这娘儿仨今晚有危险，所以显灵把他们叫出去，躲开这场灾祸。叶安这孩子重情义，放不下媳妇儿跟孩子，没事就好。你们娘儿仨以后可得好好的，别辜负了燕安的一番苦心。我家房子咋回事啊？好端端的，怎么烧成这样了？指定是你们点了灯没注意，油灯倒了，把房子给烧了。那不能，我们出去追孩子爹的时候，根本就没有点灯。公爹婆母，我看今晚这火起的蹊跷，怕是有人故意纵火。要我说，还是去县里报官吧，万一是有贼人想进村害人，可怎么办？程家人一听苏庆说要报官，心里打了个突。多大点事情，那就至于报官了？你当那官老爷那么闲吗？婆母，这怎么就叫多大点事了？往大了说，兴许是有贼人想要作乱害人；往小了说，咱家房子没了，以后我跟孩子住哪儿？总不能跟你们挤在正房吧？正房还有空房，腾出来给老二他们住，你们娘几个就住西偏房去。今晚这事儿，依我看就是个意外，左右你们母子也没什么事，也是万幸。等改日有空了，再想办法把东偏房盖起来就是。他怕苏庆去告官，更怕苏庆真住进正房里，所以迅速做出安排。辛苦大家了，闹腾了这么大半宿，大家都先回去再睡会吧，等明儿我再挨家道谢去。众人折腾这么半天，也确实累够呛，也没多说什么，各自拎着自家的盆子纷纷离去。你还愣着做甚？赶紧去收拾收拾西偏房。苏庆没有说话，盯着程周氏一直看。程周氏正要开口大骂，突然母子3人凭空消失了。程家人个个都以为是自己眼花了，眨眼功夫就见母子3人又突然出现。这一回，程家人算是真的见鬼了。快跑啊！你们怎么不跑？对呀，我想跑来着，但2条腿不知道怎么回事直发抖。我也是腿软，老头，你快来背我。你们是不是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可是我撞头而死的头七啊！程家人突然反应过来，那天苏庆撞头到今天正好7天。苏庆带着2个孩子抬脚往前走，走2步
消失不见，下一秒又突然出现，直到一步步逼近。苏庆将2个孩子送进空间，省得一会儿自己逼问的时候吓到他们。你们往房子上浇的油，我全都看见了。我们母子死得好惨啊！我们是回来索命的，你们谁也别想跑。你3番5次的加害我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我哪里得罪你了？随后，他把目光放在了程周氏身上，程周氏吓得两眼一翻，昏死过去。我错了，我不该猪油蒙了心，想拿你换银子，我不该听李氏的挑唆，请神婆来收你，我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起了歹心，想放火烧了你，求你原谅我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3条人命，你说放就放，你的命就这么值钱，害死我就算了。周周和月月可是你的亲孙儿，你也狠得下心。他们不是我的亲孙子孙女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程老头强撑着说完那番话后，眼皮子一翻也昏死了过去。什么意思？你把话说清。5岁的小男孩在地上刨了一个坑，然后自己躺下去试了试，尺寸刚刚好。接着找来一些粗壮的细树枝折断放在洞口上，并在上面铺上一盆稻草，再把偷来的苞米棒子放在稻草中间，随后迅速推到5米外的没一会就见到几只聪明的兔子围上来，苞米还没吃上就掉下去。苏庆闪身进了空间，一进去就看见周周和月月在哭。怎么了这是？我不是好好的吗？娘，刚才爷说我和妹妹不是他的亲孙子。行了，先别哭了，听我说完再哭行吗？你们阿爷对你们很好吗？那对你们爹很好吗？还是你们认为他能给你们依靠？所以他是不是你们的亲爷爷？有区别吗？你们记住，交人交心，对你们不好的人，哪怕血缘上再亲近，你们也要离他远远的。而那些真心实意对你们好的人，哪怕8竿子都打不着的关系，你们也要对人家好，因为这种好难能可贵，更值得你们去珍惜。那你们现在还要哭吗？还哭啥？他都要放火烧死我们了，还要哭就太蠢了。你们要记着，就凭程家对我们做的那些事情，他们就算是亲人，都不值得对他们好。娘，我们记住了。你天资聪慧，很多事情不必大人说的太透，你都能明白。以后多看顾着你妹妹一些，多跟她讲讲道理，别让她被人骗了。娘，你是不是在说我没有哥哥聪明？这小姑娘倒也不傻，都能听得出弦外之音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是女孩子，需要被哥哥好好保护，有哥哥在，你不用操心其他的事情。对，哥哥的责任就是保护妹妹，还要保护娘。母子3人在空间里待到外面天亮才出了空间。此时程周氏醒了过来，刚要起身就看苏庆母子3人正看着他，顿时吓得又直接倒了回去。行了，别装了，我都看见了。对，我也看见了，奶奶醒了。看见了，阿奶醒了。别装死了，赶紧起来做饭，折腾一晚上，你们不饿吗？你要是再不起来的话，一会儿我饿极了，就把你脑袋拧下来下酒。别，我起来就是。苏庆打一盆水浇在程莲香和李氏头上，2人醒来后一看苏庆那张脸，顿时就完全清醒了。赶紧去搭把手做饭，我饿了。 3人从地上爬起来，没名似的冲进厨房里。确定自己短暂安全后，周氏就不客气的伸手去掐李氏。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，现在好了，咱们麻烦大了，你害死我们了，你个丧门星，我掐死你！李氏以前虽然心里很厌烦程周氏，但为了讨好他，一直都扮演着贴心儿媳妇的角色。可是现如今认为自己命不久矣，见程周氏要打自己，连忙起劲来跟他打。程周氏年纪大了，哪里会是李氏的对手？没一会儿就被李氏按在地上打趴。程莲香跟程周氏母女感情极好，一见程周氏吃亏，哪里会看着他娘挨打？于是顺手操起一个瓷碗，上前照着李氏的后脑勺就狠砸了过去。贱胚子，让你打我娘！天啊，你杀人了！程莲香吓了一跳，然后低头看了看趴在地上的李氏，发现他流了好多血，顿时吓得脸色发白。不是的，我没有杀人，不是这样的。苏静不管是怎么一回事呢，转头就往外跑，到了院子外，扯着嗓子大吼：“来人啊！程莲香杀人了！来人啊！程莲香杀人了！”不吃饭去哪？吃什么饭？赶紧吃瓜去！哦哟，真是没看出来，这程大丫这么心狠手辣啊，连自己的嫂子都敢杀，这杀人可是要偿命的。咱们赶紧安排人去县里报官吧。周大花，放你娘的屁！李氏是自己摔倒撞到的头，是他自己命短背时，跟我家莲香可没关系。你要再敢乱说，当心我撕了你的嘴！周桂香，你当别人都是傻子吗？这一看就是你闺女干的，别想抵赖，我这就去县里报官。
等官差来了，你就知道好歹了。这时，程燕平进了屋，看到李氏流的那一地血，也吓了一跳，上前抖着手去探他的鼻息，然后大松一口气。没事，还有气。程周氏一听李氏没死，顿时来了劲，操起扫帚就朝那些看热闹的人打去。一个个没养好心的，赶紧滚，全都滚！围观的人一听说李氏没死，顿时觉得没啥意思，便各回个家了。程周氏等人一走，回到厨房，一巴掌打在李氏脸上。贱人，竟然敢打我，犯了天了！娘，你做什么？人都这样了，你是生怕他死不了吗？哎呦喂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哟？生了这么个白眼狼，为个女人竟然敢这样吼我，我不活了！此时，把程家整个狼狈不堪的苏庆，正带着2个孩子在山里悠闲自在的吃烤苞米。娘，咱们接下来要怎么做？程家现在住的房子是你们爹盖起来的，理应是属于你们兄妹俩的，所以我的打算就是把房子抢回来。好的，娘，我会跟你一起把房子抢回来的。对，我也帮忙。需要你们帮忙的时候，娘会告诉你们怎么做的。不过眼下咱们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那就是赚钱。苏庆决定进深山一趟，深山除了专业的猎人，普通人都不敢进去，据说里面野兽横行。程燕安盖房的银子就是从那些山里淘出来的，所以他决定进深山里试试，有空间在，他底气十足。苏庆把2个孩子送进空间里，起身往山里走。这时，一只肥硕的野兔从林中窜出来，苏庆只觉得一大坨兔肉从眼前飞走。兔子是食草动物，空间里的苞米棒子那么好吃，兔子肯定爱吃。娘，你要烤苞米吗？我和妹妹都吃不下了。山里好多野物，我想用苞米做诱饵，试试看能不能抓几只。娘，我帮你抓吧，我以前看过爹怎么抓兔子的。你还是在这里安生待着吧，不然一会儿我还得分心照顾你。苏庆信心满满的拿着苞米放在地上，苞米的香甜味很快就散发出去，没一会儿就吸引了附近的几只野兔。在附近观望了一会儿，才围上来分食。苏庆心急，立刻朝兔子们扑了过去，但兔子们反应过来，一下就窜没影了。苏庆又转身进空间掰苞米棒子。娘，我出去帮你吧。不用，我自己能行，几只兔子罢了，我还能抓不着吗？唉，哥哥，怎么了嘛？我怀疑接下来咱们可能要断粮了。以我这些天对娘的观察了解，娘把这里的苞米全拿去喂野物，都抓不着一只。月月挠了挠头，表示哥哥的话他没听明白。果然没一会儿，苏庆在外面的声音就传进了空间。你们这群破兔子，给老娘等着！看吧，我的猜测果然没有错。我还就不信了，我一个2条腿的活人还干不过几只4条腿的野兔。娘，山里的兔子不缺吃的，我知道怎么抓兔子，你就带上我吧，我可以帮上忙的。如果带上周周还抓不着，那我是不是可以甩锅挽尊？虽然这样做挺无耻的，但是成年人嘛，总是爱面子的。爹说过，兔子跑得快，如果不挖陷阱，人根本就抓不住它们，只有用陷阱才能把它们困住。有道理。2人在地上刨了半天，终于刨出一个半人深的坑。娘，再去弄些细树枝过来，要很细的那种。苏庆转身到旁边折了些比小手指还细一半的树枝，周周拿起一根在洞口比划了一下，然后折断，小心的把树枝放在洞口上。苏庆一看就明白了，这种办法我前世明明在电视里看到过，为什么刚才完全没有想到？娘，可以了，咱们先进去吧。不用在这儿